OK，Hello，大家好啊，我是老王，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频道。那么想必大家刚刚已经看到片头了，我受到了苹果商店员工的热烈的欢迎。但是别误会，我其实不是一大早就去了，其实我是因为中午到的时候，那个商场正好是火警警报了，把所有人都赶了出来，所以我才能再次进去的时候接受这样的欢迎。那么这次的 iPhone 14 Pro 在大家看来主要有3个提升的点嘛，一个是喜闻乐见的动态岛，再一个就是这次主要提升的4800万像素的主摄，再一个就是屏幕常亮显示这么一个内容。在我看来，主要其实也就只有这3个主要的提升点。那么我其实个人更在意的其实是它这次从1200万像素的主摄来提升到4800万，所以今天我也是主要在这个方面跟大家来做一个对比。那么其实这次 iPhone 14 Pro 在影像系统中对于3个摄像头都有或多或少提升。那么其实最主要的提升还是来自于我们的新加入的4800万的主摄摄像头。苹果在过去的7年里其实一直是在用着它万年不变的这个1200万摄像头。那么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也是由于1200万摄像头确实是足够于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使用。由于 iPhone 或者其他的一些智能相机在平时的拍摄过程中其实并不只是单单拍摄一张照片，它会同时拍摄很多张照片，然后再将这些照片用算法进行一个合成，达到一个我们的高动态范围和减少噪音的这样的效果。所以在这过程中对于处理器的要求还是非常的高的。那么我猜测这次 iPhone 加入了4800万的摄像头，有可能也是由于它的 A16 的芯片达到了它的这个要求，所以它加入了4800万。那么这次 iPhone 14 Pro 的主摄摄像头达到了1.3寸，大家记住是寸不是英寸，1.3英寸的底会比 iPhone 14 Pro 的这个底要大那么一些。由于 iPhone 传感器面积的限制，它这次也不得不采用了和其他一些安卓厂商相同的这种4合1的方式，达到4800万像素的这么一个策略。那么这次 iPhone 14 Pro 主摄4合1像素的大小也是来到了2.44微米，比前一代的1.9微米也是大了这么一些。但是由于这次 iPhone 14 Pro 的光圈是减小了，但是不管怎么样，这次主摄的单位时间内的进光量也是比上一代会去高这么一些。这点带给我们的好处就是我们能够得到一张噪点更少、更加通透的这么一张图片。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新加入的4800万的主摄和上一代的1200万的摄像头是有多大的一个区别。那我们来看第一组样张，左边是 iPhone 14 Pro 4800万像素拍摄出来的图片，右边是上一代13 Pro。那我们把2张图片做同比例的放大，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的这张在草地和树木的细节是远超于之前的1200万像素的。那么在另外一组样张中，大家也可以明显看到 iPhone 14 Pro 的树木是比之前的13 Pro 更加的清晰，那么草地同样也是相同的结果。整体4800万确实在白天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达到了我们的一个预期。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夜晚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组夜晚的情况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它的解析力也是远远要强于我们之前的13 Pro 的1200万像素的。而且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颗4800万的摄像头其实在噪点控制方面也是远好于我们的13 Pro 的。那么在地面反光部分，不仅14 Pro 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解析力，而且它的噪点控制也是远好于13 Pro 的。那么在这张近景的汽车对比照片中，大家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不管在车灯还是车身一些细节还原度都是会比13 Pro 会好很多的，而且 iPhone 14 Pro 在噪点控制上也是远强于之前的13 Pro 的。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下同样是1200万像素2个手机的一个对比情况。那么在第一组样张中，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草地还是树木的一些细节，2张照片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在动态范围上2张照片也是处于一个相同的水平之上。那么接下来第2组的照片，大家其实也可以看到草地和树木也是几乎没有区别的，只是 iPhone 14 Pro 在远景这里它的解析力会比13 Pro 稍微会好一些，提升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我想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它这次加大的一个传感器的面积可能会在夜景中更加的突出。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夜景。那么在这组夜景的比较中，大家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它的对于噪点控制确实是比较好的。那么也是由于它更加大的这么一个传感器的面积，导致了它的噪点控制会比13 Pro 会更加好一些。那么至于整体的解析力，大家也可以看到稍微有一点点的提升。至于对比度方面，我们也可以
看到 iPhone 14 Pro 会比之前的13 Pro 会好一些。那么在这其中的区别，我想可能是由于算法有一些改进，导致了对比度有所提升。那么现在左边的这张照片是 iPhone 14 Pro 用4800万的像素拍摄出来的图片，然后我经过我的采样到1200万像素的这么一个结果，大家可以看一下对比。我觉得明显还是可以看到14 Pro 的超采样会比13 Pro 会好一些的，至少在一些树木啊、草地的一些细节，还是会比13 Pro 会更加的清晰一些。那么我们第二组图片也是可以达到一个相同类似的效果，所以我们目前如果想得到一张比较小的图片，但同时它的解析力又远比之前的13 Pro 好，那么我们目前也只有这一种办法，也希望这样一种功能能够被早日开发出来。那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下广角和长焦的表现吧。那么第一组图片是两款手机广角摄像头的一个对比情况。基于这组图片，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基于大部分图片的内容并没有对于13 Pro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只是在远处的这一些树木里，大家可以看到稍微有一点点解析力会比13 Pro 好一点点，但是这一点点的区别其实并不构成太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第二组图片当中，大家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在树木和草地的细节方面并没有基于13 Pro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甚至13 Pro 看似细节还会比14好一些，但是在我看来，这是由于13 Pro 它的一个自动锐化的这么一个效果，使得它的一些细节方面会看似好于14 Pro， 但是在我看来14 Pro 的图片更加的自然。那么接下来来到夜晚方面，大家就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由于它的广角摄像头的面积是增加了，所以它的噪点控制会比13 Pro 更加好一些。在解析力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左侧的这一个横条部分 iPhone 14 Pro 也是略好于13 Pro 的。那么在这下一组夜景的对比中，大家也可以明显能够看到 iPhone 14 Pro 的噪点控制是好于13 Pro 的，那么在一些树木的细节上也是好于13 Pro 的。那么接下来来看一下长焦部分。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样张。那么在这组中，大家可以看到树木和草地 iPhone 14 Pro 它的解析力是略有一些提升的，然后边缘画质上 iPhone 14 Pro 也是有一个更加好的一个表现。那么在第二组样张中，大家也可以看到14 Pro 同样是它的解析力和它的一个对比度都会比13 Pro 会好这么一些，但是在整体的动态范围上其实并没有一个什么明显的区别。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夜景。首先在14 Pro 当中，它的一个灯光上的动态范围表现是比我们的13 Pro 会好一些的。 iPhone 14 Pro 这次噪点的控制会稍差于我们之前的13 Pro， 但是由于其实我们之前13 Pro 是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涂抹效果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13 Pro 它的一个噪点控制会好，因为噪点全被13 Pro 抹掉了。但是这次的14 Pro 选择保留一些的噪点，以换得更多的这么一些解析力的提升。在这里大家可以明显的看到，在楼梯栏杆的部分 iPhone 14 Pro 它的一个解析力是会好于我们的13 Pro 的。整体的一些文字细节大家也可以看到，14 Pro 虽然它稍有一点点的噪点，但是它没有13 Pro 那样的涂抹的效果，也就是说它表现出了更多的细节。但是在路面情况下，大家也可以看到14 Pro 的噪点还是远高于我们的13 Pro 的，这算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吧。那么这次 iPhone 14 Pro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明显的提升，就是它新加入了一个2倍变焦的这么一个选项。那么这次2倍变焦大家应该也已经知道，是由于它4800万，它会截出中间这么一部分来成为它的这么一个2倍变焦的结果。那么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比较，这次的2倍变焦和之前13 Pro 的2倍是有多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在这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的2倍变焦是明显好于我们之前的13 Pro 的。那么在这个方面，在我看来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但是在这里我更想比较的是4800万截出来的1200万的2倍变焦和它本身的4合一1200万这样的一个区别和差异。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4合一像素的一个整体的素质和单个像素的素质一个明显的区别。那么首先为了验证它的这个2倍变焦是4800万由裁切出来的这么一个1200万，那我们可以来做一个对比。可以看到我们首先左边的是4800万的结果，右边是1200万的结果。可以看到两张图片不管在任何方面，细节还是动态范围方面
都十分的相似，几乎没有一个区别。那么在夜晚方面也是同样，4800万的1倍和1200万的2倍也是达到了一个相同的结果。那么在这一组对比当中，我是先用2倍变焦拍摄了一张照片，然后走到相同的位置，再用1200万的主摄去拍另外一张照片，来对比一下2张照片的一个结果，大家就可以看到4:1像素和单像素的一个成像的素质区别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4:1像素的成像质量确实是远高于单个像素的一个成像结果的，所以在这里我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条件，我建议你往前多走几步，用你的1倍主摄摄像头，而不是用它的这个2倍变焦的这个摄像头。OK， 那么接下来再来对比一下2款手机的一个微距摄像头的一个区别吧。那么首先在这一组蒲公英的对比当中，我没有看到2款手机一个任何的一个区别。那么在第二组小黄花的对比当中，我可以明显的感受到 iPhone 14 Pro 它的一个对焦距离是远于我们的13 Pro 的。那么这有可能是由于 iPhone 14 Pro 摄像头整体的一个光学结构产生了改变，使得它的微距的距离会变小了一些。那么最后在2款手机的眩光方面，我这次可以明显看到14 Pro 还是远优于我们之前的13 Pro 的，整体没有看到我们13 Pro 之前那样的泛白的情况，有可能是我没有测试出来，但是我也已经尝试了很多次的拍摄，都没有看到13 Pro 那样的结果，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是14 Pro 的一个提升。那么以上刚刚讲的都是一些拍照方面的一些差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方面的一个差异。那么我们这次的14 Pro 是加入了一个动态的模式，以达到一个运动相机这样的效果。再一个就是它这次的电影模式是可以拍 4K 30帧这么一个水平。那么我之前也是尝试去用它的电影模式来拍一些我平时的视频。那么来看一下2款手机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一个太大的区别。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2款手机在算法计算景深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只是14 Pro 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清晰度，所以这次 iPhone 14 Pro 对于我来说依然是一个不可用的结果。iPhone 14 Pro 的虚化效果确实是受限于它的计算还不够那么的智能，没法达到像我们一些专业微单那样的效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 iPhone 14 Pro 新加入的一个运动的模式。OK， 那我们首先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 在关闭运动模式的条件下，它的稳定性就已经优于 iPhone 13 Pro 了，但是在夜景的稳定性下，我看不到任何的提升。那么当14 Pro 打开了运动模式之后，首先可以看到它有一定的裁切，会达到一个 2.8K 分辨率的输出，但是它的稳定性也有着明显的提升。接下来我们和专业的运动相机做一个对比，在这里我运用了 Osmo Action 2的 2.7K 输出来进行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稳定性可以说是相差无几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用 Osmo Action 4K 和 iPhone 14 Pro 进行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画质明显 Osmo Action 它的输出是好于我们的 iPhone 14 Pro 的，所以大家如果你还是希望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画质表现，还是建议大家继续去使用你的一个专业的运动相机更加好一些。在最后的最后，我想给大家比较一下 iPhone 14 Pro 4800万这颗主摄和我手中的 A7M4 搭配腾龙1728这颗摄像头是否能够抗衡一下。那么在这样的对比当中，可以看到 iPhone 14 Pro并没有处于一个明显的下风，只是 A7M4 在一些草地上的细节可能会胜过了 iPhone 14 Pro。在一些动态范围方面 ，iPhone 14 Pro 甚至好于我们手中的 A7M4。在广角远景方面 ，iPhone 14 Pro 还是有着优异的表现，不知道大家对这点有什么看法？那么也希望今天的对比对于大家一些机型选择方面有一些帮助。那么大家如果能看到这里，也别忘了对我多多点赞关注啊！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早日达成我的 B 站1万粉丝和 YouTube 1000粉丝的这个梦想啊！那么也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